哎呀，我跟你们讲啊，相亲这事挺折磨人的。哎呀，那是够的了。有一对男女相亲半年就黄了，我那心啊老堵了。男方今年是30岁，国企做管理的；女方今年28岁，大专幼师。两人在年初的时候认识，相亲1个月之后啊，两人就很快在一起了。上个月呢，两人谈了有半年多了啊，这双方啊也都见过父母了。男方就提出呀，想11订婚，年底结婚。但这姑娘就觉得呀，谈了半年就开始订婚啊，那太快了吧，说什么也不同意。这话一出啊，把男士给气的呀！我都30了，你也不小了，家里都等着结婚呢，咋还得考察呀？这男士就着急啊！你要觉得咱俩不合适结婚啊，那咱们就分手嘛。这人家姑娘一听啊，我不分，哎，觉得两人合适的很，只是自己还没想好。男士就想不明白了啊，这合适怎么就不结婚呢啊？问他什么时候能够考虑好。这姑娘说再谈个1年左右的。男士一听啊，就来了脾气啊！这1年过去，娃都应该出来了，你才跟我说结婚啊？觉得呀，这女方就是在吊着他，既然没得诚意，那咱就不谈了嘛，直接把这姑娘给拉黑了。哎呀，这一操作，姑娘直接懵了啊，急了呀！哎呀，难得找个条件好的，这还得跑了呀，找不着人了，就来找我告状啊！哔哩哔哩一顿讲。哎呀，我反正每天啊，不是在牵线路上，就是在劝架的路上。我问这姑娘为什么要等1年的时间啊？她说感觉自己确实不是很喜欢这个男士啊，怕自己结了婚后悔嘛。哎呀，这话给我整的也不明白了啊！不喜欢为什么要答应人家？他给的理由是这么说的：男方的物质条件可以满足他所有的择偶期待，但是对方的身高、颜值和性格等等都不算对他很有吸引力啊。当时决定在一起啊，一是家里催婚压力大，二是对未来很迷茫，不确定自己再错过还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最重要的一点啊，是男方是独生子，工作体面，有房子还是全款，父母都是高知家庭，对他未来带孩子是很有帮助的。哎，权衡利弊之后啊，才同意的。我这一听啊，这不就是经典的看上条件了没看上人吗？我好心劝他，我说你要是不喜欢这个男士啊，你为了条件逼迫自己跟他结婚啊，婚后你也不会很开心的。他和我说呀，自己马上29岁了，想在工作这个城市里定下来，只能找个本地人结婚，而这个男士的条件是最合适的。男士听完就说呀，这半年这姑娘几乎从来不主动关心他啊，也不问候他，甚至跟这姑娘拥抱都觉得很陌生啊。和他说点自己的事情啊，对方都会很反感。我爱他，但是他并不爱我，我不想和他在一起了。反正我也没劝和，俩人这么分了啊。哎，不该我事啊。很多人都问我一个问题，老师啊，结婚到底是合适重要还是喜欢重要？你选人结婚啊，门当户对、互相喜欢是走进婚姻的基础条件，所以合适和喜欢一定是并存的。退而求其次，不看条件，你也找个自己喜欢的人，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啊，风都是甜的。如果见面3次你依然不喜欢，那就果断放弃，后面你是不可能喜欢的。对方不喜欢你，对你爱答不理啊，没有被关心的感觉，你也要放弃。干嘛跟一个连关系都不愿意给你的人，你的爱就很廉价吗？另外啊，条件合不合适啊，不是看对方的，而是看你自己。你月薪3000想找个月薪2万的，你永远都遇不到合适的。你找个月薪6000的，自己还蛮喜欢的，就相处看看，不要总问，哎呀，为什么我遇到的要么就是喜欢的条件不好的，要么就是条件好的不喜欢的？那是因为你遇到的太少，或者是择偶要求太高了，非得在这几个人上靠着吗？当你找到一个还蛮喜欢的，条件也差不多的人啊，就去相处一段时间看看，你要看看自己是否能够接受他的性格脾气，对方是否能够控制好情绪去解决问题。对于那些动不动就吵架，冷战不反思自己，总指责别人，不愿意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人啊，是不适合结婚的。婚后你也会过得一地鸡毛，离婚是早晚的事情。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不要随便去找个差不多的人就行。不幸的婚姻啊，消磨了爱情，还会让双方啊都身心疲惫。花了那么多钱都结婚了，还娶个不情不愿的，这样的婚姻啊，还真的不如不结呢。Hello， 宝子们啊，今天给你们讲个悲伤的故事。哎呀，谈恋爱这事儿啊，它一般都不太让人省心的。有一对男女啊，两人大学同学，也是大学临近毕业谈的恋爱。这姑娘父母啊，家里条件比较好，在事业单位工作。男方父母是农村家庭啊，这个爹妈都是在城里务工的。这姑娘一开始就有点看不上男方家庭嘛，毕竟相对于她来说啊，反正比较差的。感情当中啊，这条件比较好的一方啊，这脾气就容易大一点。平常呢，这姑娘就比较作闹。好在这男友的脾气比较能忍啊，一直就让着她。毕业之后啊，男方去了社会上工作，这女方就继续读书啊，考上了研究生。当然，大家千别猜啊，上岸第一箭啊，先斩意中人。这事儿啊不是这么发展的。刚工作那2年啊，哎呀，这个创业嘛，压力也比较大，男方吃了不少苦啊，这一直都失败。两人呢，这不谈了有3年的时候，男友就提出来想带着姑娘回家让父母见见啊，但是被这个姑娘给拒绝了。理由是啊，这个姑娘的父母啊，觉得男方的家里条件太差了，你看没有车房，而且学历啊也不如这女方高啊，也不门当户对啊。但这个姑娘呢，当时也没有提出分手。
让男友就想办法要多挣钱嘛买了房之后再见父母。这研究生毕业之后，女方就去了事业单位工作。这个姑娘就进了社会之后她就心态就发生变化了，因为接触一些圈子就越发觉得不太甘心尤其是自己周边的这个女同事嫁得都很好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事业单位的硕士学历，家庭条件也不差怎么就不能找个门当户对的男朋友？于是越想越生气这脾气他也是越来越闹。男友呢也是觉得自己并不优秀，给不了女友想要的生活，处处也是忍着让着前年的时候，这俩人都28岁快30了嘛男友就提出来想要跟他结婚，被女友这个以家里人不同意，直接给拒绝了。你说分吧这个女友她也不分，说习惯了男友在身边，其实是他背后也去相亲没有遇到条件好的还喜欢的。这说结吧，女友也不结，态度也很一般平常呢也比较作闹一点。就这样两人就这么一直谈着。去年的时候这个男友就开始转运好几个项目同时开始盈利，而且是越赚越多。这最多的时候一年都能达几百个。这姑娘一看立马跟男友提出来要领证结婚。反转总是有反转的男友却以工作比较忙给拒绝了，把女友给气的而且在年底这个男友跟这姑娘提了分手，转身就跟一位25岁年轻又漂亮的妹子相亲成功了，谈了恋爱，把这个姑娘给气得够呛他就跟我说自己现在已经30岁了，去相亲他遇到的男士条件的是一位不如一位想来想去还是自己男友好他就特别委屈觉得自己是在男友最困难的时候陪着他的，还谈了8年青春都没有了，现在条件好了却把自己给踹了，越想越是不甘心问我有没有机会想要去挽回她男友。拜托你们要搞清楚事情发展到今天本质问题在哪里好吧？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有好好爱他吗？你现在不甘心只是自己沉没成本太大了，谈了8年你都30岁了，原本看不上的他突然有本事了，还能找到一个比你还年轻漂亮的。当年他提结婚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但凡之前任何一个时刻你想结婚估计他都得屁颠屁颠乐的不行了吧？你还不是一边享受他的好，一边盯着他这只股票是涨还是跌？万一他跌了，估计你比任何人都要庆幸好在老子没买。现在他涨了，开盘了，后悔了，想分钱了，当初没下注，你怨谁呢？你自个儿还在骑驴找马，中间还不努力，脾气不好，又作又闹，爱情就是愿赌服输，你得面临这样的风险的。你问我挽回我觉得这事根本就挽回不了。一段感情其实不怕两人谈了多久，父母多不待见，条件相差有多大，最怕的就是你在感情当中消耗他的情绪，又作又闹，而外面正好有人可以满足他的情绪，又温柔又体贴，他有条件了，有本事了，吸引来的又是一些年轻又漂亮又善解人意的，让这个男人突然之间觉得原来这个世界上是有女人愿意给我提供情绪价值而不消耗我的情绪的。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使得你们的感情岌岌可危。你现在可以用责任绑架他，谈了8年了，你竟然把我给甩了。但是你要清楚的是，就算今天你可以挽回，看在这8年的感情上，好，他跟你谈恋爱又继续下去，他最终出轨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毕竟很现实的一点以前你作的时候他只能忍，现在你作，他心里很清楚，他有条件了，他可以不用再忍你了。人性就是这个样子，你怨不得别人，看准了没压住开盘这事你得认。今天上午有一位40岁的大龄姑娘来找我介绍对象，直接是给我憋出内伤她来找对象没钱的不找，没房的不嫁，长得丑的看不下去，个子矮的接受不了。我说你这个年龄再不降低要求那你就真的嫁不出去了。她一听就开始哭哭得我心里就是又拧巴又难受。她说周边亲戚朋友都已经不给她介绍了，觉得她年龄大好多媒人都只是嘴上答应，一年也介绍不了2个，还都是不符合她择偶要求的歪瓜裂枣。他越想越后悔边哭边说自己这些年的感情经历。曾经有个谈了5年的初恋，对他特别好，每个月赚的不多但基本都花在他身上，他想要的基本男方都会满足他，也会心疼他，也会关心他。但那个时候他说自己不懂事，全听家里的，父母不喜欢他这个初恋，因为赚的少嘛，老家又是外地的，条件还差。父母就一门心思想让他找一个本地的条件好的有钱的，他就被父母说的也觉得自己应该找个条件好的。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文员，一个月拿着2000的工资，想着能嫁给月薪1万有车有房的。从那年开始，也就是25、26岁开始频繁的相亲，确实有条件好的看上他了，有车有房好几套，家里还是拆迁户谈了半年怎么也接受不了对方性格不好，不让他，不懂他，还经常和他吵架，受不了他就提出分手后面又谈了一个条件不错的，对他也挺好的，
但这两人啊谈了不到3个月也分了。他觉得男方太矮啊，长得也不好看嘛，连牵手亲吻的欲望都没有，而且男方性格太老实，觉得这一辈子这么生活他能憋屈死，说什么也不愿意了。那个时候都已经28岁了，周边好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准备结婚了，他还没个对象啊，又开始相亲了。他又特别焦虑啊，想找差不多就行啊，有房子没贷款的，长得还行，合眼缘了，赚的还可以的就行。结果遇到的啊，不是房子有贷款的，就是父母这家庭条件差的，要么就是长得丑的，怎么也遇不到一个实现审美和心意的。一晃啊，32岁了，他父母也着急了，觉得要不条件降降吧，找个工作稳定的，人踏实能赚，有房子就行啊。但这姑娘心里不太甘心了啊，不想将就。之后的这2-3年的就相了不下20-30位，都失败了。甚至他觉得相亲男士的质量是越来越差，他又特别的迷茫，想结婚呢又不甘心，不想结婚呢又没有以后独居的勇气。35岁的时候，有人给他介绍过离婚的啊，38岁不带孩子，各方面条件都特别好。对方呢也是看中了他是未婚的，愿意认识，但他听了就很生气啊，说什么也不愿意，那觉得自己还是未婚呢，就要去给别人当后妈了，这事还接受不了。好了，这一晃现在30岁了，好多离婚的也不太愿意认识他了，宁可找离异的，也不想找他这个年龄段未婚的。他是越说越后悔啊，说自己挑来挑去啊，以为能找个条件更好的，却发现这条件是越来越差。他就特别的害怕，如果以后再找不到合适的，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听他说完呀，咱以为他是后悔了，那要求肯定降低了。结果呀，择偶要求还是要那房子在市中心没贷款的，离婚不能带孩子，条件必须要好的，独生子家里条件没负担的等等。我这庙太小了，王八都要吃不饱要离家出走了呀！你这大佛我这就装不下了，赶紧给送走了。很多大龄姑娘找对象啊，总认为是自己年龄大了不好找了，可大龄也有大龄的择偶圈，从来不反思这问题的本质到底在哪里。大龄不是找不着对象的原因，而是结果。你不是因为大龄你找不着对象的，而是你找不到你能看得上的对象才导致大龄的。所有的理由都只不过是遮羞布。一线城市大龄剩女啊，我跟你们说，真实数字要吓人的。当年你看不上的，你现在依然看不上。年轻的时候挑挑拣拣，一山望着一山高，现在大龄了啊，要求不降反而高了，不甘心又不屈服于现实，网上寻安慰寻鸡汤，那有屁用啊！解决问题先解决本质，接受现实，聪明的人啊才有甜头吃的。最后啊，再发个誓啊，这大龄的我是够的啊，以后再也不凑了。周末办了2场相亲会啊，差点没给我送走喽。今天我才缓过来啊，咱来个唠嗑局啊。我跟你们讲，相亲会真的特别的绝。你要是高富帅啊，有车有房，工作好，赚钱多的，你就别听我在这叭叭。相亲会啊，那100个姑娘里面啊，能有80个相中你的。你要是条件普通啊，长相一般，甚至是没房薪资少的，你就别去凑合这个相亲会了。在老家或者是工作地找些靠谱的媒人或者家里人啊，给你介绍一下。你去相亲会，你就会发现啊，比你帅的、比你有钱的、条件好男人真的大把多了去了，显不出你的，去了基本都是当炮灰的。我跟你们讲啊，我办这2场啊，一场是以大中专为主的，另外一场是本硕博为主的。别问我为什么学历分组啊，现实所迫，不过多解释。没成想这报名的时候啊，这个大中专组啊，男士报名就有100多位，这姑娘才20多位，严重男女比例失调啊。这本硕博专场啊，男士是60多位报名啊，这姑娘就达了150多位。给我愁的不行了。你看有些原本是属于这个本硕博专场的男士啊，他们可能因为个子不高啊，长相一般啊，就会觉得自己啊可能配不上和自己条件差不多的，就主动选择大中专组的。而那些原本就应该在大中专组的女士们啊，就各种理由跟你解释呀，我非得去这个本硕博专场。有的说呀，我是函授本科，有的说我是在职研究生，还有的说我正在考国外的本科，还有造假的，那 PS 的网图啊，拜托你是来考验我的智商的吧？反正你苦口婆心跟他去啊，你即便去了也没用啊，也不符合男士的择偶要求。他们就会跟你讲啊，自己性格很温柔啊，很漂亮。我学历虽然低，但是你不能狗眼看人低吧？反正啊，从报名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女孩子基本都是想高价，男孩子基本都是能够接受低取的。没法啊，相亲会是那种就是1对1啊，面对面轮番认识的形式，那需要考虑这个男女比例持平。我就把一些不符合要求的姑娘啊，往大中专那个组里面刷，把一些优秀的男孩子就往本硕博那里面提上来。好了，这相亲会开始了啊！你们不知道，这相亲会现场又是卷了一批，这个95%的姑娘啊，就盯着那5%的这个工作好、长得好、赚得多的男士。有一位29岁的男士，硕士学历啊，做金融的，赚的特别多，个子高，而且长得特别帅啊，现场都有30-40位女士啊，就要跟他表白啊。
哎呀，这可把周边的这个男士给馋的呀。这现场啊，有80%的男人啊都看脸，哎，谁好看对谁热情，聊得就很好。这我印象还比较深的是有一位88年女博士，就属于那种执迷不悟型的啊。她的择偶要求啊，就是男博士年收入100万起，这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张 A4 纸的，上面都有自我介绍和择偶要求啊，方便别人认识的嘛。基本啊，这个男孩子一坐他对面啊，没有30秒就走了。哎呀，最后啊，这姑娘干脆摆烂，就一直在那里刷视频玩手机啊。现场还有一个男孩子也特别逗，跟女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啊，是带着体检报告和开房记录去的，直接就跟人家说，哎，如果你喜欢我的话，你得给我看你的体检报告、开房记录。反正啊，现场什么人都有的。哎呀，开完相亲会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有些年轻人是真性情有个性啊，去相亲啊，就像拿着职场人找工作 HR 选候选人那一套去相亲的。在他们的逻辑里面啊，选择相亲对象就是罗列出一大串的择偶要求，然后呢去筛选简历。初次见面就是面试、沟通、确认简历上的细节，约会发展感情，完善对候选人的细节把控。确认关系就是给候选人发 offer 啊，然后骑驴找马继续面试啊，广撒网多捞鱼，听天由命搏概率啊。反正就是我爱咋咋地，喜欢我的自然喜欢，不喜欢我的我就换人嘛。给他们相亲找对象哈，那歌咋唱啊？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把自然看通透。我唱的跑调没？反正啊，跑调那是我的风格啊，你们不要笑的。哎呀，今天给你们唠个相亲成功的故事啊！整天听我吐槽，好多伙伴说要命了啊！很多人跟我说，老师你今儿跟我讲相亲成功的，我都觉得像听神话故事呢。关注我比较早的老粉啊，应该是有印象。这个去年我就分享过一个姑娘啊骑电动车去相亲的事儿。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啊给他们介绍对象，第一次见面就约在这个饭店里啊。这男士打电话给这个姑娘，就说要去接她。人姑娘一看这两人相距太远了嘛，觉得男士接她路程会变长，而且也比较麻烦，就委婉拒绝了。她就跟男士说啊，自己要打车去。哎，这男士拗不过呢，就自己去了饭店。这个姑娘呢她就原本是想着打车的，但是又觉得吧，这个饭店吧她也不是很远，打车吧就比较贵，于是啊就骑着她妈妈那种老款的电动车啊去相亲。人这姑娘是精心打扮了一番啊，你想想穿着这个白裙子吧，应该啊，骑着电动车就去了。哎，那电动车他买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啊，这年限一长就有点破，嘎吱嘎吱的响。这姑娘去相亲啊，怕要面啊，提前就把电动车就停在了离饭店门口啊这个不太远的一个停车场里面。吃完饭，这男士就要送她啊，她这不是因为有电动车在的嘛，就给拒绝了，让男士先走啊。她怕看见呀，就在那求这个男士走了之后，这姑娘就偷偷的去骑车啊。没成想就发生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就是她骑着电动车啊，就吱嘎吱嘎的就往外骑的时候，正好碰见男士在那付停车费啊！哎呀，那一瞬间啊，两人四目相对啊，特别的尴尬。这姑娘就心里想着，哎呦我去，这也太巧了吧，好丢人呐！男士就想着哈，这怎么办啊？怎样才能显得不那么尴尬？哎呀，两人简单打了个招呼，因为特别尴尬嘛，就赶紧分开了。这个回家，这姑娘就跟我说，哎呀，自己觉得特别丢人啊，觉得这个印象肯定不好了。没成想人男士啊，对这姑娘的印象就特别好，觉得她呢不做作，哎，也没有虚荣心，还朴实无华的，就决定一定要去追这个妹子。从这个事情之后啊，这男士就每天跟这姑娘聊天啊，哎呀，两人一有空啊就约出来吃饭。人男士心比较细，每次约会啊就在这姑娘家附近，再也不用骑电动车去了。吃完饭呢，两个人就经常去踏马路啊，走走停停的聊天。哎呀，都能每天从8点多聊到11点多，直到把这个姑娘送回家，那还依依不舍。两个人这个聊天的话题啊，都是分享一些自己生活当中很开心的事情啊，对待一些事物的看法，从来都不聊哎呀你的车子是什么牌子啊，你的房子有多大，你父母有没有退休金啊，很开心的事情他就会主动分享给对方，对方总是能够立马回信，彼此都能顾虑到对方的感受啊。每次见面啊，这姑娘都会给男士带点小礼物啊，这男士啊同样也会给他就是编各种理由啊，说带一些土特产补品等等。就这样，两人认识了有2个多月之后啊，就有一次晚上，这两人不是去公园散步嘛，情到深处呀，这男士就拉起姑娘的手啊，说我想跟你在一起啊，我知道未来的路很远，你能陪我走吧？真的啊，那一刻没有鲜花，也没有什么甜言蜜语，一个问句，一个肯定的回答，我愿意陪你。就这样呢，两人确认了男女关系啊，在一起之后啊，这生活过得就越来越甜，就是你遇对了人之后啊，才有的那种感觉。每天都很有期待，哎，一到周末两人就去约会啊，每天晚上就聊聊天。认识了半年之后啊，这姑娘就把男士啊带回了家里去见父母啊。女方的父母很满意，觉得男士啊人品好，懂礼貌，工作也很努力。
这男士的父母也见了这个姑娘，姑娘性格温和明事理，人父母开心的不得了啊。很快啊，今年5月份的时候，双方父母安排见了面，谈了订婚和结婚的一些事情啊。这双方礼尚往来啊，彩礼呢是8.8万和3金，女方陪嫁了6.6万和家电的4大件。这双方家长共同出资啊，给小两口啊置办了一辆20多万的小轿车。哎呀，我这办公室可能中央空调有点冷啊，人男士呢就时不时的会问这姑娘冷不冷，哎，要不要给你倒杯热水？这姑娘就说不用啊，反过来她会关心男士啊，你冷吗？摸了摸男士的胳膊说啊，哎呀，很凉，要不要啊？给你倒杯水。真的那种幸福你是很明显能够感受到的。我觉得有句话我很认可，叫做幸福的家庭它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真的各有各的不幸。最后啊，祝福新人啊，新婚幸福，海枯石烂，同心永结，地阔天高，比翼齐飞啊！哎呀，我掐指一算啊，看我视频的单身伙伴们立马脱单。我跟你们讲啊，哎呀，我能让有些人给气死啊！相亲双标不说，还跟着做梦死，咋的？上市场买菜不给钱，非得说你看上就是你的了呗？前些日子啊，我给一对单身男女介绍对象啊，这男方93年的985本科工程师，年收入有个30W 左右，有车有房，父母在体制单位啊。哎呀，长得也不错，就是个子不太高啊。女方呢是94年的本科私立学校老师，收入有7、8个，长得呢也不错。两人见了面之后啊，这个男士就特别喜欢这个姑娘啊，但这姑娘就挺拧巴呀，觉得男士有点矮，看不上他，但是也说了愿意发展一下感情。男士这平常是嘘寒问暖啊，一到周末就约出来请客吃饭，认识了将近2个月，他又去尝试拉这个姑娘的手啊，这姑娘直接给甩开啊，拒绝了。男士问他是不是不太合适，姑娘呢人就说了啊，发展太快了，想要再考虑一下，希望男士能够给他一段时间，并且承诺了今年底之前会给他一个结果。男士第2天啊直接断联呀，转身跟我说不合适换人。我又给他介绍了一位96年的姑娘，本科做统计工作的，家里也是体制单位。人这姑娘猛啊，两人见面第1天呀，主动跟男人说呀，我喜欢你，觉得你年纪轻轻特别有上进心啊，我很欣赏。男士对这个姑娘的印象就特别好感啊。第2次见面，两人直接牵手；第3次见面，拥抱加 kiss， 两人直接确认关系啊。昨天晚上呢，男士在朋友圈里发了个官宣啊，两人的照片。哎呀，这给第一个姑娘看见就炸了锅了啊，觉得男士那是脚踩两只船，不负责任，找到我门上来了，埋怨是我给他介绍对象了。这给我整生气了啊！难不成和你相亲的男人都得等你权衡利弊，有合适的一脚给踹了，没合适的再转脸回来呗？他跟我说，这个男士是喜欢我的，我也没拒绝他吧，要不是你给他介绍，怎么可能会把我给甩了？听的人真的是很无语啊！人家是相亲来的，又不是扶贫来的，你从不给别人带来一些好处，时间长了，那别人自然会觉得不值得，他肯定会要去找其他更好的选择。这姑娘听了不服啊，我对他怎么不好了？不就是没让他牵手吗？哪次他约我没出来了？哎呀，拜托姐妹儿，你出去吃他的喝他的，给他甩脸色，这就对他好了。那我去服装店买衣服，我看上了件衣服，我就要试一下，结果店员对我是爱答不理，我特别生气啊，转身就走了，去别人家买了。我就这样，谁对我热情我就买谁家的。结果那个店员反而去埋怨我说，你看上了你不买就是你不对了。哎呀，他还委屈说辛苦在店里工作了，你说搞笑不搞笑？这姑娘不服啊，那我也没有拒绝这个男士呀，只是发展太快了，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嘛。反而他这么快的找到对象，一开始对我的感情就不纯粹，2个月了呀，还不够你明确的吗？无非就是看不上这个人，还舍不得他这个条件，权衡利弊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人这姑娘显得就很委屈啊，跟我说，那我权衡一下也没有错吧？没错啊，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去炮轰对方不纯粹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本来就是自愿的。相亲这个圈里，大家都在权衡利弊，你有选择的权利，他也有啊。你的委屈跟这男人无关，是因为你贪心，你明知自己不喜欢他，却还是贪图他的物质条件。你贪图可以，却不想给他想要的东西，人家不陪你玩了，你 hold 不住这个男人了，还想让他来给你女人的权利啊？说别人权衡利弊，你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如果他提供不了你想要的东西，大概率你会让他滚蛋吧。奉劝那些在相亲市场上去抱怨为什么对方不选你的主啊，不要去跟这个市场的规则去对抗，权衡利弊大家都是相互的，有时间去抱怨，不如多选择花时间把自己打造成即使他权衡了一圈以后啊，依然会心甘情愿选择你的那个人。你还跟他比呀？哎呀，我跟你们讲啊，有个很尴尬的事情啊。现在那个网络大数据是真牛啊。我高中班主任看到我视频了啊，这不是关键啊，关键是他现在单身啊。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要让我给他相老伴儿啊，哎呀，这就有点尴尬了啊。我那个班主任啊是南市这个教物理的，57岁。当年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都让他揍了好几回了。但他今儿跟我说呀，自己其实骨子里是一个很温柔的男人。哎呀，我暂且相信了啊。这不儿子家庭稳定了，自己就想找一个老伴儿嘛。现在是有车有房有社保啊，又在编制单位，还有2年半退休。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啊？他跟我说这条件不重要，我比较看重人呐，人品要好。我一听，哎呀，老师呀，人品这个一时半会儿是看不出来的呀，你得给我讲点重点条件。年龄不能太大了啊，45岁以下，40岁最好。性格温柔体贴，长相好看，哎，身材苗条的。我这一听啊，我说老师啊，这肯定不现实呀！你看你这比人40岁的女人大了都快2轮了啊，人家肯定不同意。除非你其他条件很优秀，那有可以跟那些40多岁的男人可以博弈的筹码。哎，接着他跟我说呀，我这天天健身着呢啊，身材好，体质棒啊，哎，再要个孩子都没问题。哎呀，我就有点苦口婆心了，委婉的表示，老师呀，外表再靓丽，这里面的配件上了年头，它也不太行啊。咱找对象啊，不能要求相差太大的。你看50岁左右的这个大姨啊，哎呀，这也挺好的嘛，有个退休金的，年龄比较合适，这共同语言也比较多一点。不然年龄相差太大了，这代沟也多，容易出毛病。老师一听啊，不行，你不知道呀，哎呀，我那边好多同事啊，50多岁的事事的我都看不上啊。那你给我找个45岁到50岁的吧。我问他，我说有没有其他的要求？他说要找个会唱歌的，喜欢跳舞的，哎，能说会道的。我说老师啊，有一个45岁的这个大姐人挺好啊，是个企业会计，有车也有房子，单身好几年了，有个2岁的女儿在上大学，你看要不给你撮合一下？老师一听啊，哎呀，这2个孩子呀有点多呀，都上大学了，开销是不是挺大？看了照片之后又跟我说呀，这个脸有点长，不是我喜欢的点，带出去别人看了都没面子呀。看在这多年的师生情谊的这个份上，我又给他介绍了一位49岁的，是个幼儿园园长，有个儿子也成家了，人挺好，有气质，而且还会唱歌跳舞的。我一看这简直就是绝配啊！我是非常自信的找到他。哎呀，老师一看呀，哎呀，这个条件不错。一问孙子2个，平常还得给儿子看孙子，那不就没的2人世界了吗？跟我说呀，我找老伴都是图那个精神伴侣，有个知心人的，能生活在一起啊。这要是给人看孙子呀，那我图点啥？哎呦，听得我这边呀，主要都是那些20、30岁啊，这个单身资源很多嘛。这个40岁以上的单身资源本来就比较少，我这班主任又摊上比较挑，没法又到处给他划了这个人啊，同行其他老师那儿找了一位事业单位工作，哎呀，45岁左右啊，有房有车，长得真有气质，身材很好。最主要呀，这个孩子跟前任定居在外地，一般也见不到。哎呀，我那是倍儿自信啊，去跟老师说呀，你看这个咋样？哎呀，老师一看呀就很喜欢呀，懂他，我就给他呀联系这位大姐去了。没成想呀，人大姐要求男方55岁以内，有车有房，年收入20万以上，哎，没有儿子，别有负担，情商高，长得还要帅，另外还要每个月负担5000块钱女方的生活费啊。我这给他我班主任资料一看呀，给我班主任是一顿点评啊，说个子太矮，长得一般，哎，年收入太低，而且还是个男老师，不接受。哎呀，说到这回复，说完了，回去得给我老师委婉的说呀，我说人家觉得你年龄差的有点大啊，赚的不太多。好了，哎呀，这把我班主任给气着了啊，到底那脾气啊又给亮出来了，给这大姨啊一顿输出啊，这女方能耐不大，要求不小。哎，情绪好点了跟我说，小张啊，给我换个人吧，我这人生大事啊就交给你了。哎呀，那一瞬间呀，我是一哆嗦呀，我是欲哭无泪啊。哎呀，我跟你们讲啊，有些姑娘来相亲，我真的让她给气死呀。那池子里的王八，她盖子都能给气翻了。上个月我给一对大龄男女啊撮合对象，在南方91年的，本科身高在175左右，是个工程师啊，年薪税后在15万左右，有车有房子，条件还不错。女方是92年的普通本科，私企做行政，长相属于那种可爱型的。两人呢先是加了微信啊，刚开始聊天呢聊的都还不错，男士主动关心，这姑娘呢也是积极回复。哎，聊了有3、4天啊，这男士就主动约这姑娘周末出来吃饭嘛，这姑娘同意了。吃饭那天啊，人男士啊就亲自去把这姑娘给接过来，这不是在市里吃饭啊。见面之后，男士呢就觉得对这姑娘就很满意啊，所以全程都很热情招待。吃完饭啊，男士又把这姑娘给送了回去。回家之后呀，这事就来了啊，他就跟这姑娘报备了一下自己到家了。谁知人这姑娘呢，也是一种不冷不热不关心的态度，给回了一句好的。第2天开始啊，男士特别积极的发信息就问候这姑娘，那毕竟喜欢她嘛。但明显就感觉出来人这姑娘回复信息就特别慢，基本早晨发的中午回，晚上发的有时候都第2天才回。就这样的频率呢，聊了有好几天啊。这男士就想着，哎呀，态度这么冷淡呢，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他就主动给这姑娘打了电话啊，想再约这个姑娘周末出来吃个饭。谁知这姑娘就说呀自己有事不去，以后再说吧。男士这一看呀，这发信息态度不积极，约见面也不出来的，那明显就是不喜欢我，还不直说，气得他呀直接把这个姑娘给拉黑了。好了，今天中午这姑娘兴师问罪来了，找我呀跟我说男士把她删了，他就觉得莫名其妙，还挺生气的。我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啊，我就问这姑娘，你对人家的态度是哪个意思啊？这姑娘就说啊，自己是挺喜欢这个男士的啊，觉得他条件不错，人也挺好，但是就是怕自己太主动了，这男士不珍惜之类的，想矜持一些。我一听啊，哎呦我的姑奶奶啊，我以为的矜持啊是吃饭和男士 AA， 不用男士车接车送，精神独立和男人保持距离。结果饭别人请了，你人呢也接送了，发信息问你还整这出，咋的？你回信前得查新华字典吗？他说呀，他喜欢男士，但是不能这么快表现出来吧，得冷淡一点啊。男人呢还知道珍惜，太主动了就觉得自己很廉价。我听完吱吱的哈，那一时间可把我给堵住了啊！你都30多岁了，遇到合适的也喜欢你的根本就不多了吧？你还不知道主动啊？你是来相亲的，不然以为自己来 boss 直聘的吗？这姑娘又接着说呀，她看到男士的信息了，故意晚点回复。男士约她呢，她有空啊，是故意不去。那意思就是想欲擒故纵呗，你也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段位啊？你以为你是电视剧里面玛丽苏女士拒绝男主追求后被男主上9天揽月下5洋捉鳖的行为给感动，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吗？姑娘听了很委屈啊，问我这相亲不就是被追的吗？那喜欢我不应该更加主动吗？我一冷就给我删除了，估计也没那么珍惜我吧。真是女人心海底针啊，这男人都猜不透的。我真挺可怜这哥们儿的啊，他都不知道是招谁惹谁了，这哪里是相亲啊？莫不是你是天上派下来考验他耐性的？你说说，你对人有意思你就直说嘛，别天天吊着他的胃口。男人主动他也有个方向吧，人家看上你了就得主动承担爱你的责任嘛。我真的是血压突突的往上拱啊！你看看你俩就认识2星期，连个朋友都不算吧，这搞得跟个情人分手一样，轰轰烈烈的。这姑娘听完让我跟男士沟通一下，她现在愿意主动啊，男士可以追她了。人男士听完之后说，我不愿意了，说有一个相处不错的已经在了解当中了。这姑娘听完就跟我说，你看看这个男人，他就是没有耐心，嫁给他也白瞎。兄弟们啊，他不听劝，你们得听劝。以后啊，记住了，相亲见了面，对方对你的态度是爱答不理的，觉得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相处的就是很不舒服，被代办，那就直接的 pass 掉，下一个会更好。没必要去深入的探究，再去结合这个女生的生活环境去分析她这个行为具体原因。人家丝毫都没有 care 你的感受啊，你还分析啥呀分析啊？管他是为啥的，爱为啥就为啥，反正跟你没关系。相信我，相处初期如果已经觉得不舒服，真继续下去，这种难受感觉只会扩大10倍。你应该做的就是要找一个愿意积极回复你消息、相处舒服的，而不是试图去感化一个和你根本就不是一个频道的人。南辕北辙嘛，他怎么想是他自己的事情，与你无关呢，该撤撤。